Yo，what's up？ 欢迎回来 Rider ATS， 我是阿豪 ATS。今天7早8早，天还没有亮完，我们就出来拍影片了。要拍什么影片呢？就是要拍我身后这一台比亚迪的海豹的试驾影片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Rider ATS 有新衣服了，没错，还是一样有非常好看的厂商 logo 在这边，当然也包括了 Lululemon。讲到 Lululemon， 昨天我拿到这辆海豹的时候啊，我就拿去做了一个清洗，因为很肮脏，这辆车呢就被很多人上上下下踩踏到它原本的 carpet 很肮脏了。洗车的时候呢，我看到那个洗车佬啊，拿那个 carpet 出来甩啊，就觉得好像太辛苦了。清理 carpet 根本不需要拿来甩的吗？像这个 Lululemon 的 carpet 呢，只需要这样轻松的撕开来撒一撒，就可以把里面的肮脏东西通通清理干净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要搬上这一个 Lululemon 的 carpet 啦。这个就是比亚迪海豹原装的 carpet， 它是这种棉质的。棉质 carpet 的缺点啊，就是它会吸水啊。假如下雨天你上下车过后啊，踩踏上去，很有可能就会发霉啦，会有一些臭味啦。Lululemon 的 carpet 呢，它是好像 Yoga mat 的那种 material， 所以它是防水的，即使你的脚有水有泥土踩踏上去，也不会把你的车弄脏，这一点真的 very good job 啊！再来就是，如果你要清理的话，只需要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。除了前面呢，驾驶座跟 passenger side 的 Lululemon carpet， 在后箱部分也是有的哦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大片已经放在上面了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这个比亚迪海豹的 Lululemon carpet， 而且现在还有限时优惠，点击那个link进去，不用打什么 promo code， 直接就有 discount。我们就把画面快转到比亚迪海豹的驾驶体验啦 ，Let's go。OK， 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一台车的试驾环节，身边就有我们的 Ranger Man 阿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仔。今天呢，阿豪带我来试一下我的电动车，算是初体验了，真正的试一下，非常期待等下会有这样子的表现。之前的 ATO3 没有好的表现到，对，因为那个是毕竟车主在方面看嘛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呢，车主自己载你，那好像我买这样。OK， 现在就是要来启动这一台比亚迪的海豹。这台海豹哦，因为它是全电车嘛，所以完全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台车其实就已经启动了，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个水晶排挡杆的位置拨去 D， 这样车就可以走了。你们懂那种电动遥控车吗？那种玩具车啊，就是这样子哦，也没有引擎声，也没有一个启动的感觉，好像我们 engine 的车啊 ，start 车。因为这辆车呢，它不是一个 performance 款，所以呢，它的0-100加速其实不是那一个3.8秒，这辆不是那个多摩多双马达版本啊，它是单马达版本，就是后驱车一个后驱版本，好像我以前的 BRZ 这样。可是动力方面肯定是比我的 BRZ 强很多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找一条直路，没有车的路啊，试一下这台车0-100加速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，顺便给我们的 Ranger Man 啊体验一下0-100加速的冲刺感。我们转这个旋钮可以换去一个 Sport Mode 海豹 Premium 0-100加速，预备1、2、3 ，Go！ 100啊！而且是爬坡哎，刚才是上坡哎，我的魂还在刚才那个坡那边还没上来，车已经到了，可是你人还在那边。OK， 这个是 Premium 款，接下来有机会我们试那个 Performance， 我们不要在马路试，会给酸民鸟，我们拿去雪邦国际赛道，我要做全世界，不要讲全世界啦，全马第一人就好。当然我也相信全世界也没有人拿过海豹 Performance 款去雪邦赛道试车啦，去跑圈速啦，这个算是我的一个频道的里程碑啦，因为我也相信全世界我也是第一个把 ATO3 驾下去的。错过那一部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。OK， 现在这辆车是一个全电车嘛，然后刚才我们也试了加速，你觉得啦？刚才我们这样走了一小段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？ 真的是跟汽油车完全不同的概念啊！整个真的是静到没有声音，在走的时候包括风的声音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就是很安静很安静。再来乘坐起来我感觉是 OK， 整体的包括椅子的舒适性什么都 OK。
就是加速的时候，如果不是电动车的车主，你可能要适应一下这个加速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还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它的那个爆冲，而且它的爆冲哦，不是汽油车，你懂汽油车，当一台车在爆冲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好像我的Type R会有那种听到的声音，跟你的感官会有一个平衡，会有一个 balance。可是这台车你没有那个感觉，完全没有声音，零啊，那个声音是零，可是你的速度却一直在加速，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在变快，所以那个身体的体验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。大家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试驾这辆车。那如果新山区的朋友要试驾这辆车哦，要去哪里试驾？就是我们Johor Bahru South Key 的 Mid Valley 这边有这台车可以去试驾，可以去下定，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，摸一下整台车的质感。build quality 这些东西之前我已经讲过了。讲真的，这辆车它根本都不会输给那些豪华品牌的德系车款。这个刚才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真的是震撼了，从外形到内饰啊，这包括这些材质哦，全部一流啊，真的是不输德系啊。我讲的德系不是那种3系列啊，3系列是属于比较低阶嘛，在往上了，再往上了，可能是5系列了，可能再高了。所以这台车，我觉得整个 build quality， 它的这些用料 material， 你摸到的地方、感受到的东西，全部都是一流的啦。然后这辆车啊，操作起来啦，它是一个很 fancy 的车。我们可以在正前方看到有一个大荧幕啊，比 Atto 3的大很多。然后在中间这个中控荧幕呢，是非常的巨大啊。为什么要做这样巨大呢？可能是因为它集成了很多那种冷气操控界面啊、导航啊、音乐播放器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它把它做到大个，看起来比较容易操作。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实体按键，像冷气的旋钮啊、冷气的那个调节器啊，因为我们时常会切换。如果你要在一个 screen 上面做切换的话，刚刚我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啦。可是如果你是车主，这辆车你买下来了过后，你每天用，你可能就会很习惯去操作它。像这个冷气的温度啊，然后风速啊，这些全部都是靠这个荧幕来做到调整，还包括这个吹上吹下，你要吹左吹右啊，都是用到这个 touchscreen 哦，有一点点像特斯拉这样子。所以这种 fancy 的东西，可能很多人会喜欢啊。我个人呢，还是比较喜欢老派一点、传统一点的方式。OK， 当然这辆车还有很多很实用的功能，好像有2个这个 charging pad， 手机放上去就可以无线充电。可是我不太喜欢用啦，我还是喜欢有线充电，因为有线充电比较快。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后座体验。Jeff， 刚才你坐在后座，怎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？我觉得这个大腿支撑很好，椅子很软，然后这个头枕也是很软，而且是可以调的。然后这个玻璃的车顶真的很像坐开篷车这样啊，可是又不会到很热，它有一点点黑黑这样。啊，讲到开篷车啊，开出门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来的。可是你驾这辆海豹就不会，虽然它不是真的开篷啊，但是它却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天窗，让你没有什么压迫感。它的这个玻璃呢，比亚迪官方啊，不是我讲的啊，他讲这个玻璃呢是有这个很强的抗 UV 的这个材质，所以基本上是不会热的。OK， 如果你真的很怕热，你还是不能接受，或者你觉得太亮，可能你可以去粘一个顶灯。其实那天我们在 KL 试驾的时候，这辆车啊，那天真的很热嘞，太阳很大。可是这个车顶的玻璃真的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很热，真的没有，反而是窗口跟大镜有让我们感觉那个阳光晒进来有热的 feeling 啊，因为它的镜子还没有粘隔热膜啦。所以如果你们买了这个车要粘隔热膜的话，看到吗？这个 banner 每次会跑出来的。大家都可以去找这个 Excellent 他们的 Solar Guard 的顶灯，真的是 very good job。我的车一定是用它的品牌了，真的太好用了。OK， 现在是我在开这辆车啊，现在我们就把画面跳转到那时候我们去到 KL 的时候呢，我乘坐那台比亚迪的海豹 Performance 款，乘坐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 ？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把画面切换到我乘坐在这个 passenger side 这边哦，当然旁边，sorry 啊，然后今天的司机开车的就是我的师傅了 ，Cocky 讲的 Cocky。今天这个影片主要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亚迪的驾驶体验。除了驾驶体验，我相信乘坐体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买车未必100%都是自己开车嘛，偶尔可能还会有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帮你开车。好像现在这样子嘞啊，就由 Cocky 来开车，我来分享一下乘坐体验。其实刚刚我们从 TRX 那边一路来到现在这一条 highway 呢，也是
10几20分钟的时间了啦。然后我体验到的东西就是，其实这一台车，因为它是一个 performance 款式，也就是比亚迪海豹双马达的这个 performance 高阶版本哦，也就是那个199800块的 high performance 款啊，就是比较有力，3.8秒可以突破0-100的这一款车嘞，开在普通的这种马路上面，如果你一直猛加速减速，猛加速减速，老实讲，坐在旁边是会有一点点晕车的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比较喜欢那种线性的加速，除非我是下赛道下赛道就有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体验。问一个问题一下如果市区开的话，你推荐是哪一款？如果买这台车的话啦，我觉得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普通的通勤，平时上下班、买菜、shopping、city drive 的话，我觉得买 premium 版本就已经足够了。原因是它没有那么强劲的动力，所以如果你比较不会控制自己的右脚的话你就买 premium。当然，你开起来也会比较舒服，你的乘客也会比较舒服。OK， 现在又回到我自己开车了这辆不是刚刚那个 performance 款这个是一个 premium款，所以它的0-100加速没有那么强。虽然讲没有那么强，但是已经比我开过的很多汽油车来的强了。我敢讲 Civic Type R FK8 都没有比这个的加速来的有感，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。驾驶的时候，正前方就有一个抬头显示器，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看得到 ，driver 罢了，就有显示一个时速表这些。当然，这辆车也是有 ACC 自动跟车啦，AEB 自动刹停啦，前方碰撞预警啦 ，Blind Spot Monitoring System，360度全景环绕影像，通通都是有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辆车的细节，我觉得我讲多没有用，你们去 test drive 就知道了，一定要试驾。如果你想买的车的价位现在是在20万以下，你要有强劲的动力，要有豪华的内饰，要有舒适的乘坐体验的话，这辆车应该就是不二选择了，除非你真的不能接受电动车。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出去，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。Ranger Man 的 channel 也可以跟它度下去，里面也是有很多汽车的知识，还有新车 review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身后这边是我们 Johor Bahru 的海，身后这一台就是我们 Johor Bahru 的 BYD 海豹。这一台车最顶配只需要199800块，算它20万了，0-100加速。就像刚刚我们讲的3.8秒，同样是电动车，有什么车是可以跟它抗衡的呢？我突然想到一个品牌 ，Porsche Taycan 5-600千，如果是 Taycan 普通版本0-100加速也要一个5秒多，20万对比50万，3.8秒对比5秒多，真的找不到理由不要买 BYD 的海豹